就在这几天，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在西藏宁孜正式启动了。这意味着这一规划了10多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难建设的基建工程将要正式开工了。这座巨型水利项目采用了柔性坝体加地下隧道技术，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电站利用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超过2000多米的天然落差，挖掘了一条几十公里的山体隧道，上游是宁孜，下游是墨脱，实现了水利利用率达到 85% 以上的高水头发电。看报道数据年发电量预计可以达到3100千瓦时，是三峡大坝年发电量的3倍。宁孜这个地方我前几年去过，那里4月份的桃花是非常的漂亮，推荐大家去游玩一下。与此同时呢，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在大而美法案的加持下，其核能建设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一场核能复兴正在上演。根据董王上个月签署的行政令其要求在2030年前新建10座大型核电站，并将审批许可缩短至了18个月以内，以满足 AI 时代能源所需的快速增长。其中德州的 Hypergrid 超级电网项目尤其引人关注该项目是美国近几年来最具雄心的综合能源项目之一，总占地达到了5800英亩，规划建设4座西屋 AP1000 核反应堆，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1吉瓦，并且配套一座大型的 AI 算力中心，直接与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签订了20年的长期购电协议。 Hypergrid 项目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核电站它是一个集核能、天然气、太阳能、电储为一体的超融合能源 AI 综合体。很多专家认为，如何发展新型核能已然成为了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的，毫无疑问，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它正在悄然地引发全球能源需求的巨变，成为一项全球性的挑战。那么巨型水电和新型核电它们的优劣势在哪里呢？在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塑的当下，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新方向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首先，我们先来谈谈雅江水电工程的战略必要性我网上看到很多文章都在说雅鲁藏布江水利背后是为了所谓的中印友好。怎么说呢？这明显是缺乏基础的科学常识更多是一些文科生的臆想。是的，地缘因素肯定是重大项目的考虑之一，但它绝对不是唯一。雅江水电项目其实已经规划很多年了，直到最近才下定决心开始建设。一个投资 1.2 万亿横跨10到20年建设周期的项目，不可能只是由于地缘来推动的，其能源价值和社会价值一定是其最核心的考量。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建设大型水利项目呢？水力发电在欧洲早期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一项100年尺度的投资。这个说法其实很准确地抓住了水电项目的2个核心特点，也就是前期建设成本极高，同时呢，其长期的运营和维护成本极低。相比于光伏太阳能面板25年左右的使用寿命，并且每年还会有 5% 左右的衰减，以及光伏面板如何回收等一些头疼的环保问题，包括风力发电也有同样的问题。不仅发电风谷不稳定，风力涡轮机寿命也大概只有30年左右。而相比之下呢，水力发电25年、30年，应该说100年都不是事儿。通常来说，目前新建的水电站，其设计寿命一般都能达到100年，甚至150年以上。比如说美国福福水电站，距今已经93年了，还在稳定运行。德国斯泰克巴克水电站是欧洲最古老的水电站之一，从1880年持续运营至今，已经140多年了。在全球这样的100年水电站还有很多同时呢，成功建成后依托源源不断的水能资源，其运营成本大概仅有火电的1/3，全生命周期成本也远低于风电和光伏等其他绿能。然后第二个关键点，我们要知道，像雅江水电工程如此高难度的水电站，应该说不是你想建就能建的，它需要非常强大的基建能力和非常强大的工程动员能力。整个工程需要穿越惊人的17条断裂带，这不仅需要极高的抗震性能，更需要先进的超重力坝加阻尼器的工程解决能力。至关重要的是，电站运营之后也依赖后续特高压输电网络的建设来实现电力的长距离外送。应该说整个产业链
可以进一步的拉动千瓦级水轮机、特高压输电设备的国产化升级，创造大概20万的直接就业岗位，包括还能推动西部电解铝、多晶硅等高载能产业在西部的落地。是的，我们要抓住人口红利最后的尾巴，趁着现在劳动力相对资源丰富，所以这种超级工程可能是目前最佳的时期了。反观我们看看现在的美国，加州建设一条简单的高铁建设了20多年，现在还没建成呢。然后第三点，是的，我们乍一看 1.2 万亿的投资看起来很唬人很多朋友会担心投资回报周期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的是这 1.2 万亿呢，其实是分10多年来投资的，所以每年也大概就只有1000多亿左右。但是反观收益呢，在目前2060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雅江水电站60到81 吉瓦的整个规划的装机容量，光一座水电站呢，其实就相当于大概75座的大型煤矿的年产量，等于是每年能够替代大概9000万吨的标准煤，能够直接减少大概3亿多的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说，仅仅光一座水电站就占到了全国大概碳排放量总量的 2%。 是的，总结来说就是这种重注项目我们不能简单用经济收益来考量，它更多的是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更多是功在当代，利在子孙，利在千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能源方向。随着大而美法案的通过，美国的能源政策也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其中传统能源正在获得强化和支持，反而像风能、太阳能、EV 车等这些可再生能源补贴则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在这些政策的转变中可以看到核能作为主要的受益者正在脱颖而出，持续的走到舞台中央，成为美国未来发展清洁电力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没有之一。首先，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核电生产国，贡献了目前全球约 30% 的核电发电量。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发展核能与其 AI 战略是紧密相连的。是的，这也和核电的特点有关。核能与太阳能、风能、水力等间歇性电源不同，核能的特点非常明显，就是其稳定性非常高，非常适合作为全天候的集合电力。比如说 ChatGPT-4 单次训练的耗电就相当于300户家庭的全年用电，而电网波动超过 0.1 秒就可能会导致整个模型训练的崩溃。而核能的能量密度极高，一座核电平均就能产生1吉瓦的电力，能够满足5座大型 AI 数据中心的稳定供电。而随着人工智能对于电力需求的持续爆发，根据德勤的预计美国本地的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将从2024年的33吉瓦增长至2035年的91吉瓦。也就是说美国目前的电力缺口问题是越来越突出了，建设更多的核电站已经势在必行了。当然，美国在核电方面也有它的优势比较明显的是它最近新建的核站，比如说重启的三里岛核电、Nasdaq Energy、Hypergrid 等项目都主要集中在德州阿马里诺和中大西洋 PJM 这2个区域。我个人感觉德州的 Hypergrid 项目是比较有特色的，该项目整合了核能、太阳能、天然气和电池储能，主要也是服务于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与此同时呢，中国其实也在快速发展核能的建设，目前已经拥有了58座运营中的核电站，还有27座正在建设，计划是在2035年实现核能的产能翻倍，包括已经建成的全球首座第4代高温气冷堆和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玲珑1号。我之前也做过视频专门介绍过。当然还要提的一点是，比起水力呢，核能也有它的一些缺点，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核燃料的回收问题。应该说目前全球暂时还没有可以永久处理核废料的方法，目前能做的只是延缓。同时呢，近几年铀的价格其实也在持续走高，如何解决核燃料供应链的断供风险，应该说同样是一个值得需要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简单对比完目前中美在水力和核电方向的项目我们能够得到哪些思考呢？最后我这里简单谈谈2点感受首先第一点，我们会发现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能源战略和 AI 策略之间是愈发紧密相连在这场前所未有的 AI 革命中，在这场全球的技术竞争中，
其核心基础逻辑可能不仅仅会出现在 AI 算力所需的算力卡等硬件方面，还包括了大规模的分布式算力中心，包括了强大的稳定的电力网络，以及更加廉价可靠的能源供应。而其中呢，水电与核电并非取代关系，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替代角色。水电依托超长的寿命和极低的运维成本，成为了大规模能源基地的一个核心载体。用水电打底，特高压传输，抽水储能增强。而核电呢，作为一种7乘24小时全天候的绿能，可以更加的贴近城市全区部署，来作为未来 AI 数据中心的零碳加零波动的集合电力的理想能源。所以将水力发电和核能视为互相竞争的能源选择，是一种比较过时的观念。事实上呢，它们两者是互补的，是同样重要的。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的且具有韧性的能源结构。然后第二点感受随着科技领域竞争的加剧，能源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新的地缘政治的战场了。就像目前 AI 推理领域的感受一样， AI 的成本已经趋近于能源的成本了。这也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不久的未来，在成熟的 AI 经济中， AI 落地场景中，谁能获得更加廉价的稳定的能源，谁就能提高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上限。毫无疑问，核电因为其稳定性、高能量密度等特性，特别适合作为 AI 数据中心的能源方案，尤其是 SMR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一定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关注我个人感觉SMR 分布式小型核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电力的标配。在未来，在 MSR 领域技术的竞争可能是与算力硬件本身的竞争变得同样的重要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主要是和大家聊聊我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如果大家对前沿科技和技术话题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大家的点赞和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